迪丽热巴接新剧不找顶流合作，这回她拼的是演技。你们知道吗？我昨天刷到一个消息，差点把手机摔了。迪丽热巴居然接了个新剧，叫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，演俩角色。一个是那种穿高定喝手冲咖啡的都市精英，另一个是小镇上挨老公揍的主妇。这设定绝了是吧？更绝的是，这次他搭档的男演员严屹宽、林柏宏、常华森，名字听着熟吧？但都不是顶流。有人说他疯了，但我觉得他可能比谁都清醒。记得《利剑玫瑰》里那个拉钩镜头吗？邓妍警官和丢了孩子的妈妈小拇指一勾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硬是没掉下来。就那一幕，微博上刷了3亿阅读量，多少人喊着忘记她是迪丽热巴，只记住警察邓妍。可现在呢？新剧里她的同时演俩完全相反的人，一个婚姻冷得像冰窖，一个被家暴到窒息，这难度简直像让一个人同时走2条岔路。你们发现没？这次男演员名单里没有流量大户。严屹宽上次出圈还是《一人之下2》里那个沉稳大叔，林柏宏在《谁是被害者》里演技被夸过，常华森嘛偷偷藏不住里还算有点观众缘。但说实话，他们最近都没爆款剧。热巴选他们，明摆着告诉观众，咱不靠粉丝吵架上热搜，就靠剧本和演技硬刚。说起来，热巴今年32岁了，娱乐圈对女演员多残酷啊！黄金期短的跟流星似的。她之前转型拍《公诉》和《利剑玫瑰》，虽然央视点赞了，但也没呈现象级爆款。现在接这个6集短剧，拍摄周期短，试错成本低，成了就是顶流吃螃蟹第一人，输了也不至于伤筋动骨。但你们看啊，他为《利剑玫瑰》提前3个月练琴拿格斗，在零下20摄氏度拍追凶戏，膝盖擦伤都不吭声。这次演家暴戏，居然主动要求素颜，还去学挨打时的肌肉反应，这狠劲哪像流量明星？剧里那个换人生的设定，简直戳中当代女性痛点。去年统计局说，30到35岁已婚女人自己提离婚的多了18%。小红书如果重来一次，话题浏览量快50亿了。多少人表面光鲜，心里却想着，要是当年选另一个人生会怎样？热巴这次演的就是这种撕裂感，一个为蓝空虚到发疯，另一个为蓝憋屈到窒息。但争议也来了，有人说这设定像黑镜和消失的她的缝合怪，原著党还跳脚说山本文绪的蓝，另一种蓝明明是直木奖作品，改坏了谁负责？更有人吐槽，爱奇艺微尘剧场去年靠在人间封神，今年烧钱1集500万拍这个，万一扑街了岂不是血亏？现在热巴的粉丝分成2派，一派喊姐姐快逃，怕她演家暴戏心理受伤；一派喊姐姐牛逼，觉得她终于甩开偶像包袱。可你们想过没？当年金鹰奖他拿事后被骂水后，同台的孙俪、袁泉哪个不是演技派？7年过去了，他还在证明自己不是花瓶。这次要是演砸了，嘲讽声估计能掀翻屋顶，但要是成了，可能直接堵住所有人的嘴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短剧现在卷得要命，6集讲清双角色互换人生，还得让观众共情。编剧是破冰行动团队，但压力全在热巴身上。他的让观众相信，那个穿警服追凶的邓妍和这个被掐脖子的小镇主妇，真的是同一个灵魂裂开的两半。最后丢个问题吧，你们觉得演员到底该不该彻底撕掉流量标签？热巴这次赌演技，是明智还是冒险？